那么汉光39号演习，现在这次叫做实兵演习啊，有几个重点哈。那从礼拜一开始啊，战力保存；礼拜二的整体防空；那礼拜三啊，联合的截击啊；礼拜四的国土防卫；礼拜五的国土防卫跟整补哈。这次啊连续5天啊。那在金门，今天有金门大桥这逼真的攻防啊。在金门大桥那边啊，那军警线啊，然后呢，这个整个都出动了啊。那另外呢，823当时823炮战说再展823雄风哈，经防部汉光操演火炮射击，8寸榴弹炮哦都射出来了哈。然后呢，这个响声震天。那另外呢，回到台北车站被袭击哦，车站很重要啊哈。所以呢，今天演宪兵特勤进入反制。台北车站被占领以后，我们去把它抢回来，就这个意思哈。那另外呢，桃园机场第一次反空降操演啊，航特部206旅这个单纲去把劳共都给歼灭了哈，就是劳共要去抢桃园机场，我们把它歼灭啊。那最早是要搞1天了，后来说1天影响的要搞半天啊，搞半天呢，结果呢说半天太长了，说搞2个钟头，2个钟头太长，搞1个钟头，就今天只有30分钟，非常快。然后呢？听说就结束了，为什么？因为影响国际航班呐，飞进飞出的航班都会影响到哈。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不太想演练这个东西，是老美叫我们演练的啊，因为演练这种就好像什么机场都给他拿去了，这到台湾在搞什么鬼啊？怎么会这样子啊？哈，以前都是歼敌于外海，沙滩都登不了岸的，现在机场都拿去了哈。所以呢，我们现在不愿意，那老美逼着你啊，说你们老是说在沙滩歼，你要歼不了呢，万一进来了怎么办呢？所以呢，演练一下啊，然后赶快敌人打跑了，机场就恢复了哈。稍微我今天问他们，稍微中午的航班说稍微有一点延误，但是没有延误太多，说还好哈。那另外呢，桃园炼油厂也是炼油厂很重要，北炼厂还有左营的高炼厂哈。那居民说10多年都看不到这样震撼的场面啊。蔡英文昨天确诊，但是今天说因为很轻微，所以他还是去了。还是想去看一下啊，主要去看桃园炼油厂啊。那另外呢，现在台风很大，对不对？老公还派了无人机 TB 洞幺最大的无人机来说什么意思？表示说无人机可以抗风，风也不怕吗？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远方突然冒出阵阵红烟，地点是桃园机场北侧跑道边。模拟异物爆裂，不一会，消防救护车抵近救援，迅速把火势扑灭，但敌军攻势这才开始。启用44年，桃园机场首度参与汉光演练反空机降，将近40分钟没有客机起降，而另一地的炼油厂也听闻枪响。红军蓝军巷弄中攻防，甚至出动直升机模拟敌军垂降。趁台风杜苏芮还没来袭，中共解放军把握机会，国防部公布24号的航机图。再度出动29机舰扰台，绿色线双尾蝎 TB 洞幺可挂弹的最大型无人机种，不止入我防空识别区，通过巴士海峡，再进入东南空域往花东外海移动。只是这是要展现无人机的抗风能力吗？意思就是风再强，无人机都不受阻。而解放军也趁台风前能见度好的优势，把我西南、东南包围做侦察。假想中共要武力犯台，只是解放军的任务分配很有意思。先派无人机做侦察，再经由空中预警机送讯息，而西南的彩虹无人机当作通信中继。这安排学者认为针对性高。台风天搭上汉光演习，共军不放过侦察的好时机。中委金门今天怎样？来，我来讲，我刚坐飞机过来。不过我来讲这个演习，我看了真的觉得很没有看头哈。我讲实话，真的我要讲，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经历过太多演习哦。那火炮，刚刚比如说先说火炮射击，火炮射击在金门是很常发生的，那每个月都火炮射击，所以这种火炮射击的场面是很对我来看是一个很普通的场面。刚刚看那个演练的那个情形啊，什么台人啊，什么做什么，这个我们就常常在做。然后这种演习为什么我觉得没什么看头？因为它不是一个真正会发生的事情。我讲清楚一点，我们小时候的演习是3天3夜的，就是说你就是每个居民就要待在家里，然后每个人就是要发一把枪，然后就是你要在军粮要备好，口粮要备好，
然后呢，就是男生，比如说我爸爸，他们就是要去外面有碉堡嘛，那个碉堡，你就要去碉堡那边守着啊，真的有分成敌军我军这样去打的，这个才是真正演习。现在演习说几点1点半到2点哦，大家人车不要出去啊，几点那个。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可以跟你讲说1点半到2点，这时候大家在路上不要出去，然后如果要买饮料，早一点去订外卖哈。如果那个金融的市场是不是先停下？那个要不要停下？还要在1点半股票已经关门了，已经休息的时候，所以这种演习的变成是，就是说只有对当兵的这些人，就是军人有效，就是他们可以演练一下。但是实际如果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是这样子吗？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只是演给像赵先生说，演给人家看的。真的发生，就是说，如果真的共军来袭的时候，可以说1点半到2点，然后接着这个时候大家不要车子停在这边，不要动，然后火炮射击。因为我看过太多的火炮射击的演习，都站在台上，然后看他们B， 然后接着这个消防1队往这边走，然后救护2队来过来，就是只是让他们真的是练习，但真正发生事情后，这个真的都是。我不好意思说无效论啊，这个可能演习演个心安呐。真正的演习就是，真正的演习是应该是说，好，那个不定期的，真的要让百姓真的熟悉的话，真的会发生事情的，可能会发生事情的时候说，好，没关系，这1个月可能有某一天某一个时段会发生事情，大家就开始看你们到时候要怎么做，然后就突然有一天宣布早上10点开始来袭什么，这是防空演习啊，大概要躲到哪里，每个人要躲到哪里。这个民众呢，因为这个东西已经，那个美国要我们这样做，已经是认为说我们的这个制海权没有了嘛，哈，就那个海外的那个制空制海都失去了，制空也开始进来了嘛，然后接着就可能会进入巷战。那我们第一个，大家的防空避难所在哪里？好，第二个，每个人是不是真的有如美国人所说，每个人是发一把AK-47吗？还是怎么样？有没有学习怎么操作？是要躲在你正在上班，你要躲在你家的你公司的防空避难室吗？如果你站在路上，你该转换成像我转换成救护兵，还是转换成这个通讯兵？这个是不是都应该就要真正的演练？这个才是真正的演习。像这种，我觉得，我不好意思说这叫演戏啊，也不算是演习啊，这样子看了就觉得没有无感。我接着刚玉珍讲，我先讲昨天。我在宜兰就是那个1点半到2点之前呢，我想我们刚好坐在餐厅里面吃中餐那店员妹妹呢就过来就开始逐桌说等一下大家赶快要拿菜要上厕所赶快去等一下就不要移动了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演习，我觉得对台湾人目前来说其实真的都没有意识到它是这一个真正的演练就像刚刚玉珍说的，先不要讲金门，你在本岛也是一样的。今天如果真的有一个东西在哪个地方炸开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你知道你下一步要跑到哪里去吗？我想大家我们现在如果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往哪里跑，我们真的都不知道。我回来讲其实从去年的这个汉光演习其实就已经有开始模拟，就是这个解放军就是犯台的一个状况那刚刚讲就是说这2年的汉光演习，确实啦，我觉得就是要演给老美看有一些具体的部分所以从去年的这个汉光的38号演习，其实就有多组的这个美军他们这个组成叫做汉光演习观摩团在美国的这个 AIT 的这个联络之下呢，其实是有来进行现场的一些观摩的活动那今年呢，国防部完全不否认就是说美方这边其实确实有派员来做一个观摩所以这一次包含像机场的部分，甚至过去可能从来都没有在这个我们这个台北车站首度来做这样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的一个演练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演习其实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其实民众也都还没有实际参与到那个真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如果国防部每次在这个演习里面就是只是做一个形式上的动作，或是谁要来看，然后就是模拟给他看，我觉得这对我们未来的一个防御其实都没有相关的帮助。我觉得现在汉光演习跟以前马时代的汉光演习整个意义上是不太一样。马时代的汉光演习有点像是我们现在这个军容啊、装备等等啊，大家做一个每年度做一个操练，然后把那些武器出来秀一下，然后大家看操作，然后在各军种之间的配合是否都 OK。但现在汉光演习感觉就有点
兵临城下的感觉，然后美国还会指定这个项目，不光是那个车站看，像美国连那个民防啊，后面的一些民防的怎么样去协助第一线，美国都派人来看民防哦，民防在台湾已经是很第2线、第3线的部分，所以看就是美国基本上对于台湾的整个的国防的不管这个操作啦，然后整个攻防等等，都给予一个从里面到外面都给予一个很大的一个监视啊，跟一个评分。但是我常常在想，我跟玉珍委员想法一样，真的战争的时候难道就是按照我们的剧本演出吗？应该不是这样吧？如果战争的时候，你现在用一些磁波的设备把你的所有的通讯都断的时候，我们一般人怎么办？一般人在这个慌乱的时候，他要往哪去？那政府是不是要告诉大家，万一碰到情况怎么样？然后再来飞弹攻击，假设飞弹攻击是台北市几个重要的建筑物啊，假设打到重要的电视台，好，这些外面公共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外面的时候。那这后面这些讯息要怎么处理？这整个断讯，你这不知道 cable 电视都看不到了，我们讯息怎么得到？那我就觉得这个恐怕是跟一般人的生活更息息相关的。但假设那有人说我要讲有外国护照的，这个时候是不是想要去开始离开台湾？我觉得这些部分呢，甚至跟这些相关的国家彼此之间这种假设，万一碰到战争的时候，是不是要面临到撤侨，或者是一些外援的怎么进来？我觉得这个事情恐怕是要比较真实的去做演练。如果只是军队的这样演练，大家看看热闹，没有感觉到战争的危机性。而战争危机是在每个生活当中。那我假设被断了之后，我要去哪里躲起来？假设没电的时候，我要去怎么去撤退？我觉得这个部分要跟大家讲清楚，否则的话，大家真的是看场戏。他就是要你看场戏，为什么呢？这是民进党的矛盾的地方。老美又逼着你非要演习不可，老共随时要来，但是民进党又怕，万一太真了，老百姓真的觉得战争要来了，他选举又没票了，所以他不能搞得太真，他不能太真的。他说真的像你们讲的说，每个发把枪都上了街头，什么抵抗殊死战，什么红军蓝军对抗，那大家以为是真的啦，他选举还有票吗？他没有嘛。所以他处处矛盾啊！就是我常常讲说，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府也好，一个团体，他那个原则要一致嘛。他原则不一致，搞得大家就觉得很混乱，你知道啊？然后所以呢，他今天非要演习不可，因为呢，觉得是两岸好像是比较紧张，但是演习又不能太真，太真的话呢，他会受到民众很大的这个疑虑啊。对。然后呢，他又跟你讲说，两岸真的很危险。所以呢，4个月兵役要变成1年，所以呢，国防预算真的要5000多亿，所以呢，特别预算也要增加啊等等。然后呢，但是呢，那你当兵从4个月变1年，他就说不会，国安局长说现在没有打仗的危险，那奇怪了呢？那你叫我们干嘛呢？你这些年轻人的时间，1年的时间，一个年轻人20几岁的1年的时间，对他一生是非常重要的。你叫他没事去干嘛？去当那个兵，当然是危险嘛。不危险去干嘛？那他又不敢讲危险，他是骗人的。现在还讲是国民党故意的制造的恐怖气氛，对不对？然后呢，当时他反对 ECFA， 那你执政就把 ECFA 废了，他还说你老共不能废，老共你这个 ECFA 不能废掉，这不是也很矛盾吗？对不对？你现在讨论，你就两岸之间啊，这个关系这么这个兵凶战危，那就不要跟大陆做生意嘛。他的这个贸易度比马英九时候还高，依存度之后还高。然后呢，这个说不要核电那不要核电就不要核电嘛，你电又不够然后说电不够，要不要涨价呢？他说不涨，其实又涨了。所以你到底整个政策到底在干什么？就是整个政策是很混乱的，你很清楚吗？我要做什么，干嘛，有什么原因，会有什么结果，非常清楚，当然才不会混乱。现在搞得举国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东西，为什么？因为整个政策是矛盾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罗智强昨天在我们节目了也在强调就是说陈昌文跟他的看法是一致的那结果呢传出来说金溥聪认为呢陈昌文的文章是罗智强写的难怪你们想法是一样所以罗智强呢赶快这个在脸书上说煮豆燃豆萁，相煎何太急。陈昌文投诉跟我无关了，不是我写的是他自己写的而且陈昌文呢这个有知名度然后社会的地位这么高，怎么会需要我写呢因为为什么金溥聪会怀疑他写的？因为罗智强做过陈昌文的办公室主任，所以他们关系非常好的
哦，非常好的，所以呢，这个陈长文那个文章又批评金溥聪，意思就是说他以私害公啦，把侯友宜的当选啊，国民党当选看得比政党的利益还重要等等。以金溥聪个性，怎么可能吞得下？怎么容忍得下嘛？啊，那如果说，而且这个你等于批评他，因为对朱炳聪来讲，他是侯友宜的执行长，他当然现在要拉抬侯友宜。他如果现在自己就松口，他也垮了。所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角色，你知道，对不对？每个人角色是不同，而且每个人的职务、每个人的坚持也是不一样的啊。郭正亮说呢，这个是因为郭正亮在媒体上说是跟陈长文有关啊。那说这边也讲了，说是因为这个金溥聪请黄子哲告诉郭正亮说呢，这个文章是陈长文写的啊，所以郭正亮讲了啊，那这个罗志祥早上也传了那个 LINE 给我哦，他也跟我说好像这个我也跟郭正亮讲是这个罗志祥写的，是。金溥聪昨天一上午就打电话给我前天吧，因为我刚好手机没带，等到我回家才发觉金溥聪怎么一天打这么多电话，赶快回个电，他也很气，他就说这个文章是这个罗志祥写的等等啊。好，那么所以呢，他金溥聪当然也不爽了当然就是他们之前罗志祥之所以能够当总统府当副秘书长，我想金溥聪当时的保荐也有关系那所以金溥聪就是说最安全选区。你还这么讲这个，你都会当选了还讲这个？你要监控选区，讲你有霸凌，安全选干嘛讲这个？罗志祥说好，我概括承受，虚心反省，一起努力实现政党轮替那另外呢，苗博雅说罗志祥真的很着急那罗志祥就是苗博雅就是罗志祥在那个选区的对手，对民进党自己不提名，民进党很奇怪，好几个其实非常优秀的他不提，然后提了个苗博雅那民进党什么用意？这个也很奇怪那这个媒体是说呢，罗志祥跟金溥聪已经决裂但我想不知道决裂了只是呢大家这个合格而言而至，各自把自己的这个意见把自己的立场讲出来。那金溥聪不只是跟罗志祥，他也去问朱立伦说你那天这个723在国民党全代会，你说要搞一个执政大联盟，什么意思啊？我们侯友宜都不在呢。那执政是谁跟谁去联盟啊？所以我之前不在本节目讲吗？我说以前的国民党的这个主席就是总统候选人，你从李登辉、连战、马英九其实都是后来到了这个吴敦义跟朱立伦才不是，以前都是的那马英九那时候不是。马英九是特别费，他本来是的，为了特别费变成吴伯雄，但实际上马英九对党务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了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搞执政大联盟，那谁，比如说所谓执政联盟，就是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部会首长谁来做嘛？那这是决定的，是朱立伦决定还是侯友宜决定？当然是侯友宜决定，怎么会朱立伦决定呢？朱立伦能决定什么？朱立伦只能决定不分区立委怎么跟这个民进党合作我给你几个区域立委提谁不提谁，所以各有各的这个工作了所以他们现在变成两头马车，这点就比较麻烦。所以柯文哲说没有人要跟我谈呢，谁去跟他谈呢？是朱立伦要去谈，还是侯友宜去谈呢？那朱立伦去谈的时候，那柯文哲就问呢，是联合政府，你能决定联合政府吗？那如果说谈这个侯友宜去谈，那柯文哲说那不分区你能让我几个呢？侯友宜讲不出来所以国民党自己要先整合，才能去跟他谈到底这个地方我前2天在本节目讲，现在就看出来，就是这个问题，对不对？执政大联盟，那朱立伦金溥聪说我没听过，你没跟我们商量，侯友宜也不知道那到底什么执政大联盟所以呢，那国民党就讲说这个我们是要团结所有的泛蓝、非绿在的力量等等，讲一堆有官话了但实际上要怎么做嘛那用侯友宜就是哎呀，下架民进党是全民的共识，侯友宜也不知道你们讲些什么这个到底什么好，我们看一下。
所以其实是要从中央上面把这个问题解决。新北市长侯友宜市政会议谈的是地方治安，实则剑指中央不给力。但经办执行长金溥聪对内开启地图炮，质疑国民党魁朱立伦没事先沟通执政大联盟。下架贪污无论的民进党大概是全民的共识啊，大家要团结一致，坚定自己的信心跟步伐。没说是不是已经跟朱立伦约好要谈执政大联盟，只是这说法刚好跟蓝营小鸡罗志强之前的政党轮替大联盟相呼应，加上前总统马英九的好友律师陈长文也提出在野大决选，被名嘴郭正亮说就是罗志强献策，金溥聪直接开枪，看不起。罗志强只喊难过，说自己怎么叫得动陈昌文，并点名侯友宜竞办发言人黄子哲欺骗郭正亮，自己也跟金溥聪澄清没写陈昌文那一篇文章，最后更以曹植的七步诗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有一些论调跟他之前讲的是若有相似。我稍早这个刚好有跟金老师通到电话，他说并没有人回来跟他传到这个讯息，如果现在讯息传达到了，就可以打住了啦。那既然不是，我们就尊重这个自强兄的说法。强调只是插曲，后半要把小事化无，但金溥聪打自己人都没再客气，对外当然不手软，抨击赖清德竞办发言人戴伟山幼儿园为要按贞洁，漂亮女生发生事情却躲得跟老鼠一样，你连道歉都不爱讲，那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嘛？所以难怪金主席啊讲啊，真相大白以后，大家那撩气的，照他无对起，这嘛是事实啦。面对绿营，侯友宜尽管放声骂，金溥聪一刀刀挥向自家人，偏偏脓包挤不掉，反逼出国民党内斗再起。好吧，志刚怎么看？我是觉得啊，就是大家，我们也被点名了一下子啊。基本上我觉得这大家少说两句吧，真的少说两句吧。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目标就是第一个，你要把侯友宜拉上来嘛，你让侯友宜拉上来。张启成也要帮忙啊，我也要帮忙，每个人都要帮忙啊，陈玉正也要帮忙。所以对于一些每个人都要帮忙的人啊，就是他有一些行为不可能每个人每件事情都满意嘛，不可能每一句话都符合我的意思嘛。每个人对自己的选区有特别的考量嘛。比如我自己的选区，我们算建贵选区，那不管是支持柯的、支持郭的、支持侯的，我每一张票都要嘛。我每个人打电话来都有不同的支持者嘛。那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想办法争取每个支持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大目标之下，如果有一点点，也许跟这个讲一些话，也许跟这个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的，我是觉得基本上就各自发展，在不伤及选情的情况之下。那更何况大家现在来说，就也是力抗侯友宜嘛。我们不管在侯友宜的活动、看板、文宣等等，都是以侯友宜为主嘛，不可能再去有其他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在真的啦，就是现在不管是绿媒也好、民进党也好，这很发愁没有题目的时候，我们这些内部的你一言我一语这些对一些言语这些不满那刚好是给绿营做题目嘛。那自己绿营做题目，对自己当然有伤的，倒还不是说自己的这选情如何，而是伤自己的支持者。支持者正要723，他觉得已经韩国瑜看到振奋了一下可以往前冲了，但是呢就觉得怎么搞的才开心一天，对，再开心一天，内部又在彼此互相对于言辞上面有一些争执啦。我是觉得真的这个关键时刻少讲两句，然后其他的人传话少传一句话，真的不会怎么样。那婉凤你怎么看？我先讲，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就是目前这个蓝军这边看起来还是因为基层也蛮多的这个担心跟焦虑啦哈。我想不管是这个罗志强或是其他的这个委员或参选人在这个时候看起来这个筋不是小刀就有点大刀，就是这边也砍一下，那边也砍一下哈。那我觉得在这整个气氛上面，其实我们民众党现在这边其实比较像刚刚昭哥讲，就是说所谓的大联盟，不管是在野大联盟、执政大联盟，怎样来联盟？首先是谁代表蓝军可以来谈这件事情，也是我们目前很 confused 的部分啦。所以以内部目前的讨论来说，都是一样啦，就是说继续往前走，然后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这个政见还是持续要提出来，然后让更多的选民会喜欢嘛。刚刚讲的，不管是支持柯、支持郭、支持侯，
每一张票，其实对在野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嘛，就是希望能够政党轮替啊。所以我觉得啦，就是说以目前这个因为那天全代会之后，看起来定于一尊，觉得好像应该会稍微就是缓和一下哈。现在因为后面这个民调大家还没有再出来，但是我觉得应该好像看起来就是说，你韩市长也都一起参加了嘛哈，所以觉得好像会稍微稳定一点。可是后面1、2天又爆出了越来越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混乱应该让它停止啦。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朱立伦讲的那个。什么大联盟哈，基本上是一步。对啊，那第3步。你现在第一步是侯友宜民调一定要拉起来，侯友宜民调拉不起来，其他都不用谈了，对不对？那柯文哲也看不起你啊，他跟你谈什么？对不对？郭台铭在那边也会做，也会也要联署了。那你侯友宜拉起来，大家就没话讲了。所以第一步侯友宜拉起来，拉起来后再来想办法去跟民众党谈，跟其他跟郭台铭谈等等啊。但你自己拉不起来的时候，其他都先不谈。金溥聪急就急这个嘛，就我现在民调还没有拉起来，你们怎么就七嘴八舌一大堆，这个和跟那个和，那么怎么个和啊？怎么如何合法？所以在目前为止，我觉得既然7月23，侯友宜等于定于一尊了，等于正式提名了。侯友宜等于是才提名3天呢，之前都没有提名的，才提名3天呢，今天礼拜3呢，所以你给他我认为说起码要给他1、2个月的时间，看气势能不能拉起来，等他拉起来以后再谈第2步。哦，你现在还没有第1步都还没有起来，就搞2、3步哈，一定是天下大乱，一定是这样嘛。休息一下再回来。